奥德利夫人的秘密。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。第12章。准备工作。奥德利夫人去了图书馆，那是一间令人愉快的橡木镶板房间。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喜欢坐在那里看书、写作，或者和管家商议庄园事务。管家是一位忠诚的乡下人，既是农夫又是律师，在奥德利庄园几英里外租了一个小农场。从男爵正坐在壁炉旁的一把大扶手椅上，火光时明时暗，一会儿照亮深色橡木书架上磨光的凸起部分，一会儿照亮书脊上深红色和金色的花纹，一会儿照亮帕拉斯大理石雕像的雅典娜式头盔，一会儿照亮罗伯特·皮尔爵士的额头。阅读桌上的灯没有点燃，迈克尔爵士坐在壁炉旁，等待着他年轻妻子的到来。我无法形容他那无私的爱是多么纯洁，我无法形容他心中的爱意。那爱意像一位年轻母亲对她的第一个孩子一样温柔，又像巴亚尔对忠实爱人那样充满骑士精神的激情。当从男爵正深情地想着他的妻子时，门开了，他抬起头，看见了奥德利夫人苗条的身影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他叫道。米莱迪关上门，走到他坐着的扶手椅旁。我一直在想你，等你1个小时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在做什么？米莱迪停在一个光线不太好的地方，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去切尔姆斯福德买东西了，他说，而且……他犹豫了一下，同时他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，用纤细苍白的手指摆弄着头饰的带子。那你从切尔姆斯福德回来后做了什么，亲爱的？从男爵问道。大约1个小时前，我听到一辆马车停在门口。那是你的，对吗？是的，我1个小时前到的。米莱迪带着同样不好意思的表情回答道。那你从那以后一直在做什么？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用一种略带责备的语气问了这个问题。他年轻的妻子是他生命中的阳光，虽然他不希望他觉得自己被他束缚着，但他很伤心，他自愿离开他，把时间浪费在一些琐碎无聊的杂事或无聊的谈话上。你从那以后一直在做什么，亲爱的？他重复道。是什么让你离开我？我和罗伯特·奥德利先生说话了。奥德利夫人继续摆弄着头饰的带子，说话时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。罗伯特，从男爵叫道，罗伯特在这里。他不久前在这里。我想他现在还在这里。不，他走了。他走了？迈克尔爵士叫道。亲爱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你侄子今天下午来到了奥德利庄园。艾莉西亚和我发现他在花园里散步。他和我说了一会儿话，直到1刻钟前，然后突然走了，借口说他要去斯坦宁山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去斯坦宁山处理一些事情？他在那个偏僻的地方能有什么事？我想他会在那里过夜。是的，我想他是这么说的。天哪！从男爵叫道。我觉得那个年轻人不太正常。米莱迪的脸隐在阴影里，所以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没有注意到他那病态的苍白脸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而他却说了这样一句平常的话。奥德利夫人脸上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，那微笑无疑在说，时机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它。
如果我给他看一些黑色的东西，告诉他是白色的，他也会相信我。然而，当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惊呼他侄子的行为有些不正常时，他用的是一句常用语，通常并非字面意思。的确，从男爵并不特别看重罗伯特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，他认为他的侄子是个无用但善良的人，一个心地宽厚但智力资源匮乏的人。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犯了那些富裕而要求不高的观察者常犯的错误，他们从不观察表面之下的东西，从男爵把懒惰和无能混为一谈。他认为，因为他的侄子懒惰，所以他一定没有经验。如果他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，那是因为他无能。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忘记了那些默默无闻、未能表达自己的米尔顿。他们因为缺乏诗人必须具备的坚韧不拔和盲目勇气，而在找到出版商之前就死去了。他忘记了那些克伦威尔，他们看到高贵的船只及政治经济在混乱的海洋中挣扎，驶向迷茫的风暴，却无法掌握舵轮，也无法向沉没的船只派出救生艇。根据一个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来判断他能做什么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瓦尔哈拉近在咫尺，也许最好的人是那些在神圣门户之外默默死去的人。也许最纯洁、最聪明的灵魂是那些对竞赛的混乱斗争的喧嚣和迷失感到恐惧的人。人生的游戏就像玩纸牌游戏，有时最好的牌会留在牌堆里。米莱迪摘下头饰，坐在迈克尔爵士脚边一个铺着天鹅绒软垫的矮凳上。这并非一个做作或刻意安排的举动。露西·奥德利总是像个孩子一样，没有人会希望或期望他表现出其他样子。这位有着琥珀色头发的海妖表现出任何女性的矜持或严肃，都会像云雀清脆尖锐的歌声中出现浑厚的低音一样奇怪。奥德利夫人背对着壁炉的火坐着，双手交叠在她丈夫坐着的扶手椅的扶手上，那双白皙纤细的手似乎有些不安。当她和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说话时，米莱迪不停地摆弄着她那镶满珠宝的手指。我想见你，亲爱的，她说，这是我回家后最想做的事情。但是，奥德利先生坚持要和我谈谈。但是关于什么？我的爱人。从男爵问道，他想告诉你什么？米莱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她把头埋在丈夫的膝盖上，金色的波浪卷发遮住了她的脸。露西，露西，从男爵叫道，怎么了？我的爱人，我的爱人，是什么让你这么难过？奥德利夫人想说话，但她颤抖的嘴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喉咙里一阵哽咽，似乎阻止了那些虚假却貌似真实的言辞，那些他用来抵御敌人的盾牌。他无法说话。他在菩提树林阴道上默默忍受的痛苦已经变得难以承受，于是他放声大哭起来。那并非虚假的痛苦，那阵痛苦撼动着他纤细的身躯，像一只饥饿的野兽一样在他内心抓挠，准备一点一点地把它撕碎。不，那是一场真实的痛苦和恐惧，是懊悔和不幸的风暴。那是女性软弱的天性，在海妖的魅力中寻求庇护的一种抗议。可以说，奥德利夫人并不想用这种方式与罗伯特·奥德利较量。这些并非他打算使用的武器，尽管也许没有任何诡计能比这无法控制的痛苦爆发更有效。这件事触动了她丈夫的心，她感到困惑和害怕，她所有的智力都崩溃了，陷入了最可怕的混乱之中。这直接击中了她唯一的弱点，这是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对妻子爱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啊，愿上帝帮助那些对所爱女人的软弱和爱恋
高于一切的坚强男人。当那个有罪的女人欺骗了他，然后哭泣着、哀叹着跪倒在他的脚下，用他的痛苦折磨他，用他的哭声让他心碎，用他的呻吟撕裂他的胸膛时，愿上帝可怜他的胸膛时，愿上帝可怜他，他的痛苦会成倍增加，对他来说，这会变成最糟糕、最残酷的痛苦，考验着他的承受能力。愿上帝原谅他，如果他因为这种可怕的痛苦而一时动摇，决定原谅任何事情，并用自己的鲜血保护这个邪恶的女人，原谅他那些男性严厉的荣誉永远不会原谅的事情。可怜他，可怜他，被逐出家门、永世不得归来的女人，她最痛苦的悔恨，也比不上永远关上家门的丈夫的痛苦，再也见不到孩子的母亲的痛苦，也比不上被迫对那些孩子说：“孩子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没有母亲了的父亲的折磨。”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站了起来，因愤怒而颤抖，准备与那个如此折磨他妻子的人战斗。露西，他说，露西，我一定要你告诉我，究竟是什么以及是谁让你如此痛苦。我一定要知道，无论谁冒犯了你，都必须为此向我负责。我的爱人，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从男爵重新坐下，俯身在奥德利夫人身上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从而减轻妻子的痛苦。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温柔的低声说。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。米莱迪抬起头，在他的眼泪中，可以看到一丝光芒。他那红润嘴唇的波浪起伏。罗伯特·奥德利在拉斐尔前派风格的肖像画中看到的那些残酷的波浪起伏，在火光下清晰可见。也许我是一个傻瓜，他说，但他让我失去了理智。谁让你失去了理智？你的侄子，罗伯特·奥德利先生。罗伯特，从男爵叫道，露西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过你，奥德利先生坚持要我们去菩提树小道，在那里谈话。亲爱的，米莱迪解释说，他向我保证他一定要和我谈谈。我陪他去了，他对我说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以至于……他告诉你什么可怕的事情了，露西？奥德利夫人颤抖了一下，绝望地抓住那只一直在她肩膀上抚摸的手。他告诉你什么了，露西？哦，我的爱人，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米莱迪问道。我知道这件事会让你悲伤，或者你会嘲笑我，然后嘲笑你，永远不会，露西。奥德利夫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她的目光凝视着炉火，她的手指仍然紧握着她丈夫的手。亲爱的，她开始慢慢地说，说话时犹豫不决，仿佛仅仅表达她的想法就让她感到害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非常害怕惹你生气，或者你有没有想过，奥德利先生有点什么，亲爱的？有点疯。奥德利夫人的声音颤抖着。疯！迈克尔爵士叫道，亲爱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刚才说过，他不太正常。我说过吗，我的爱人？从男爵笑着问道。我不记得我说过，那肯定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罗伯特有点古怪，我甚至会说有点笨，也许他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我不认为他疯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那活跃的头脑通常更容易胡思乱想。但是疯是可以遗传的，米莱迪说。也许奥德利先生遗传了。他没有从他父亲的家族那里遗传任何疯病。迈克尔爵士打断说，奥德利家族从来没有人进过疯人院。那从他母亲的家族呢？
我不知道。通常，这种事情是保密的。米莱迪严肃地说，也许你嫂子的家族里有人疯了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亲爱的，迈克尔爵士回答说，但是，露西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？我想为你的侄子的行为找一个解释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。如果你听到了他今天下午对我说的话，迈克尔爵士，也许你也会认为他疯了。但是他告诉你什么了，露西？我不敢告诉你。你已经看到了他给我带来的痛苦。我认为他在圣殿区那间房间里一个人住了太长时间。也许他读的书太多了，或者抽烟太多。一些医生说，疯只不过是一种大脑疾病，一种可能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疾病。它是由一些特定的原因引起的，并且可以用一些特定的方法治好。奥德利夫人没有把目光从壁炉宽阔炉排上燃烧的煤块上移开。她说话的样子，仿佛她很了解这个话题，仿佛她的思绪已经从与她丈夫侄子有关的事情上移开，而集中在更广泛、更抽象的疯病问题上。为什么她不能疯了呢？米莱迪继续说，通常要过很多年，人们才会发现那些疯了的人。他们知道自己疯了，但他们保守着这个秘密。有时，他们带着秘密死去；有时，一种突发性的狂躁会控制他们。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他们会暴露自己。他们甚至可能犯罪。一种可怕的想法袭击了他们，他们手里拿着刀，受害者就在他们身边。也许他们设法战胜了诱惑他们的恶魔，并在没有做任何坏事的情况下死去，但也许他们屈服于那可怕的诱惑，那暴力和恐怖的可怕而强烈的诱惑。有时他们会屈服，然后他们就迷失了。奥德利夫人说话时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很明显，她还没有完全从那阵歇斯底里和紧张的情绪中恢复过来，但她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继续说话时，声音放低了。罗伯特·奥德利疯了，他果断地说。疯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？精神错乱的第一个可怕迹象是什么？思想停滞不前，大脑瘫痪，思想的持续流动中断，大脑思考的能力变成纯粹的单调，就像池塘里的水因为停滞而腐臭一样。思想因为没有行动而变得浑浊和败坏，并且总是思考同一个主题会导致偏执狂。罗伯特·奥德利是一个偏执狂。他的朋友乔治·托尔伯伊斯的失踪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。他对此思考的太多了，以至于他失去了思考其他任何事情的能力。当过度思考某件事时，思想最终会扭曲它。把我们语言中最常见的词重复20遍，在你完成之前，你就会开始怀疑你正在重复的词是否真的是你想说的词。罗伯特·奥德利对他的朋友的失踪思考的太多了，以至于他变得精神错乱了。他从一种病态的角度分析一种如此常见的情况，并将其转变成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怖，从而产生了属于他自己的偏执狂。如果你不希望他像他一样发疯，你就不应该允许我再见到他。今天下午他向我保证，乔治·托尔伯伊斯是在这所房子里被杀的。他会把花园里所有的树都连根拔起，并拆掉房子来寻找。米莱迪沉默了，这些话在他嘴边消失了。说了这么多话之后，他感到精疲力尽。孩子气的美丽和轻浮，让位于一个足够坚强，能够捍卫自己想法的女人。拆掉房子。从男爵叫道，乔治·托尔伯伊斯在奥德利庄园被杀。罗伯特是这么说的，露西。他说了一些类似的话，一些让我非常害怕的话。那么他一定是疯了。
迈克尔爵士严肃地同意道，我有点困惑。他真的这么说了吗，露西？或者你误解了他？不，我不认为我误解了他。米莱迪犹豫地说，你已经看到了我进来时有多害怕。如果他没有对我说一些真正可怕的事情，我就不会感到如此紧张。奥德利夫人使用了最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的推理。当然，亲爱的，当然，从男爵回答说，他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么荒谬的想法的？托尔博伊斯先生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，在奥德利庄园被杀。今晚我就去斯坦宁山和罗伯特谈谈。我从小就认识他，我不会允许他欺骗我。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，他不会对我隐瞒。米莱迪耸了耸肩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他说，通常，陌生人最先观察到心理类型的特殊性。米莱迪红润的嘴唇说出如此重要的话是不寻常的，但她新获得的智慧好像带有一种奇怪的美丽，这让她的丈夫非常困惑。无论如何，你今晚不应该去斯坦宁山，亲爱的，她温柔地说，记住医生告诉过你，在天气好转，阳光普照这个注定要遭受残酷寒冷的国家之前，你不应该出门。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倒在椅子上。你说的对，露西，他说，我必须听道森医生的话。我想罗伯特明天会来看我。是的，亲爱的，我想他说他会来。那么我们就等到明天，亲爱的。我很难相信那个可怜的男孩有问题，我很难相信，露西。那么，你如何解释他对那个托尔博伊斯先生的古怪欺骗呢？米莱迪问道。迈克尔爵士摇了摇头。我不知道，露西，我不知道。他回答说，我们认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很难相信我的侄子不太正常，我无法相信。我会告诉他留在这里，露西，我会仔细观察他。我确信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会发现的。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但是，亲爱的罗伯特，奇怪的想法为什么会让你如此害怕？他们不应该影响你。米莱迪可怜地叹了口气。如果你认为我能听到那种事情而不动声色，那你一定认为我很坚强。迈克尔爵士，他用一种暗示他感到被冒犯的语气说，我知道，我永远不会再鼓起勇气去见奥德利先生了。你不会见到他的，亲爱的，你不会见到他的。但是你刚才说你会让他留在这里，奥德利夫人咕哝道。如果他的存在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我就不会这么做，亲爱的。天啊，露西，你难道认为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幸福更重要吗？我会去伦敦，把这件事交给一位医生，让他查明我兄弟的儿子是否生病了。别担心，露西，他不会再打扰你了。你一定认为我很不妥协，亲爱的，米莱迪说，但是罗伯特一直坚持让我参与他那些荒谬的推理。你，露西，迈克尔爵士叫道。是的，亲爱的。以某种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方式，他找到了将我与托尔博伊斯先生的失踪联系起来的方法。那是不可能的，露西，你一定是误解了他。我不这么认为。那么他一定是疯了。从男爵说，他一定是疯了。我会等到他回到城里，然后派人去他的房间和他谈谈。天啊，多么神秘的事情啊！我担心我的话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不安。亲爱的，米莱迪咕哝道。
是的，亲爱的，你刚才告诉我的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但你告诉我这个可怕的事情是对的，我必须对此进行思考，亲爱的，并决定哪种解决方案最合适。米莱迪从他坐着的软凳上站了起来，火已经小了，房间里只有微弱的红光。露西·奥德利俯身亲吻了她丈夫的额头。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亲爱的，她低语道，你永远不会允许任何人让你对我产生坏印象，不是吗，我的爱人？让你对我产生坏印象，从男爵重复道。不，我的爱人，永远不会。因为你知道，亲爱的，米莱迪继续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坏人和疯子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想伤害我。他们不应该这样做，亲爱的。迈克尔爵士回答说，因为那样他们就会有麻烦了。奥德利夫人笑了，她的笑声快乐而得意，在房间里回荡。我的爱人，她说，我知道你爱我。现在我必须走了，亲爱的，因为已经超过7点了。我答应了蒙特福德夫人去她家吃晚饭，但是奥德利先生的指责让我感到不舒服，我没有力气去了。所以我将派一个马夫给他送去一封道歉信。我会留在家里照顾你，亲爱的。今晚你会早点睡觉，照顾好你的健康，不是吗，亲爱的？是的，亲爱的。米莱迪匆匆离开房间，去送那封他答应去赴宴的道歉信。当他关上图书馆的门时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把手放在胸前，检查他心脏急促的跳动。罗伯特·奥德利先生，我一直害怕您，他想，但也许现在是我有理由害怕我的时候了。